62岁的成吉思汗横扫中亚、西亚，跃马欧洲。能胜人力，却胜不了天灾。瘟疫袭来，成吉思汗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倒下，而他依旧一路向西，毅然前行。但随着侍卫长纳牙的身亡，让他有了死亡迫近的焦虑，便如同历代帝王一样，梦想长生之术。而传闻有一个经历3朝的道人，名为丘处机，他懂生死，通晓治国治民之道，身居于昆于山中。成吉思汗便派遣刘仲禄前往昆于山带回丘处机。刘仲禄一路向东，日夜兼程，一路上累死了13匹快马，终于来到昆于山。而丘处机年事已高，他的徒弟赵安道拒绝了刘仲禄，却被刘仲禄武力挟持，终是见到了长春道人丘处机。而此时文登遭遇100年不遇的旱灾，丘处机可怜百姓，便想求天降雨，如果雨降了，便同刘仲禄西行，否则便拒绝。这天，刘仲禄和丘处机在野外饮酒，趁机劝丘处机与他西行，却遇见一只老虎。刘仲禄当即拔刀警惕，而丘处机打下刘仲禄的刀，随后挥一挥手，见那只老虎竟是扭头走去。刘仲禄大惊，对丘处机更加尊敬，觉得丘处机是真神仙。丘处机表示，他久居此山，天天与虎狼为伴，无猎兽之心，也在隐喻无西行之意。刘仲禄明白，两人便不欢而散。良辰吉日之际，丘处机求雨之时，可久久不见雨落。刘仲禄不能等了，便要强行带走丘处机。陈安道带百姓阻拦，就在此时，雨一滴滴地落下，随着电闪雷鸣，一滴血落在丘处机手中。文登百姓高兴不已，而刘仲禄也心安了，降雨了，代表丘处机要西行了。但是都没看到丘处机手中的一抹鲜血。丘处机算出这一行自己将有去无回，但为了天下百姓免遭战乱之苦，便带着一口棺材毅然上路。而丘处机的爱徒赵道安半路出现，他不愿师傅一人前往西域受苦，便想半路拦下众人。面对刘仲禄等人，赵道安不是对手，被师傅丘处机救下，随后甘愿一路随行。夜晚，赵道安想杀了刘仲禄，不然路途遥远，丘处机年事已高，身体肯定受不了。却不料中了刘仲禄的陷阱。赵道安机智，表示自己这里有金丹，可以长生不老，而丘处机可能走不完全程，杀了他，刘仲禄只能空手而归。无奈刘仲禄只能放了赵道安。随后众人来到一处客栈，客栈老板娘不是常人，她知晓这是成吉思汗的队伍，也知晓队伍里有丘处机，因为她要杀成吉思汗，原因是成吉思汗杀了她的丈夫，老板娘就是特意在这儿等他们的。而老板娘本来是青楼女子，被丈夫重金赎下，以为丈夫就是一个过客，直到她收到丈夫的一根手指，让她明白她对丈夫的爱意，便决心去救他。这个女人要杀成吉思汗，得知老头丘处机不与女子同行，便找上了他的徒弟赵道安，想用美人计一同前往西域。赵道安孝顺，师傅不与女子同行，便不同行。知道没希望的老板娘烧了客栈，决定偷偷跟随丘处机一行人。众人经过一座城，打眼一看是座死城，瘟疫和杀戮让这座城没有一个活人。丘处机决定放下尸首，全部埋葬。众人把尸体一个一个埋葬，看着成片的坟头，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，让丘处机更加坚定地劝说成吉思汗止杀。而丘处机年事已高，不堪重负倒了下去，被众人用马车拉着前进。这边成吉思汗得知丘处机已经过了蒙古高原，便派出一支骑兵前去迎接。与此同时，丘处机一行人来到一处峡谷，遭到一伙土匪的袭击，众人合力迎敌，一番交战，土匪被擒下。放了他们，他们就会追上来报仇；带着他们，他们就会吃光粮食。刘仲禄表示只能杀。丘处机说他只带了一口棺材，装不下这么多人，杀了他们就会有新仇恨，让放人。为了让丘处机继续西行，刘仲禄无奈同意放人。赵道安放人时却发现老板娘隐藏在了其中，老板娘以性命相逼，只能带他一同上路。期间遇到难民，丘处机自己忍受饥饿，不断的施舍饥民。刘仲禄看不下去，但面对丘处机也是无可奈何。在翻越雪山时，丘处机因体力不支倒在了雪地里，老板娘和赵道安一同爬上雪山，
一番寻找，找到了清肺补气的高山雪莲，眼看丘处机有救了，两人大喜，却不慎踩中冰窟窿，掉入其中。赵道安垫背身亡。随后，丘处机面向棺材而坐，没想到给自己准备的棺材却用在了徒弟身上。他越发的坚定自己劝说大汗止杀的决心。安葬赵道安后，一行人再次上路，一路上千辛万苦，终于达到目的地。成吉思汗派军师楚才带路，用最高礼仪迎接丘处机的到来。成吉思汗迫不及待地询问长生之药，丘处机表示他只有养生之道，没有长生之药。众人色变，成吉思汗的笑容逐渐冷却。虽然楚才不敢翻译，但成吉思汗已经看出丘处机根本没有长生之药。说罢便起身离去。虽然期望变为奢望，但他觉得丘处机是个诚实的人，是真神仙，并为丘处机搭棚建帐。丘处机为成吉思汗熬药，劝解他不要再造杀戮，并解除他对水的过度崇拜，让他合理利用水源清洗身躯，便能驱除病魔，方为上善若水。这个老者活了300岁，他正为成吉思汗熬药，并让战士们配合药水清洁污垢。久而久之，军中的瘟疫竟然得到了控制，让成吉思汗奉他为真神仙。老者丘处机面对犯人怜悯之心，让他不辞辛劳的救治。同行的老板娘在监牢中见到了自己的丈夫，两人相拥而泣。丘处机像是在大漠安了家，待了半年。常说世上一切都有生命和灵性，而刘仲禄也转达给了成吉思汗。这天，成吉思汗骑马狩猎，他追赶野猪骑得太快，导致马匹受惊。成吉思汗摔了下来，本以为会被野猪攻击，可野猪却转身离去了。这让他明白了万物皆有灵性。回过头来，便和丘处机聊了起来。蒙古人善战，深知野兽逼急了必要伤人，可那天的野猪却转头离去。丘处机表示，喜善误杀是上天本性，上天想用这件事儿告诉他减少杀掠。转眼间，战争来了，锣鼓震天，投石车拉起，随着一声令下，兵马前冲，火石抛出，双方厮杀交战。成吉思汗的孙子中箭身亡，成吉思汗等人把愤怒发泄在敌人身上。这场战争死伤无数，而成吉思汗失去孙子，一天一夜没有进食。眼见自己说服不了成吉思汗止杀，丘处机隔天便要饮酒辞行，表示自己白白走了35000里，并诉说了这一路走来看到的惨状，辜负了上天，没能让成吉思汗不再杀戮。而在帐里的成吉思汗带着失去孙子的痛楚，品着丘处机的言语，终是明白了天道喜善误杀，珍惜别人的生命就是延长自己生命的道理。顿悟后的成吉思汗停止了征伐的脚步，下达了禁杀令，骑兵四处传令，老板娘的丈夫免于一死。可此时的老板娘却不知道禁杀令，因为她正为了救出丈夫，准备刺杀成吉思汗，用的便是赵道安所说的金丹。丘处机阻拦，成吉思汗犹豫，但看着老板娘喝下毒酒，成吉思汗信了。老板娘的丈夫也匆忙赶到，但老板娘已经喝下了毒酒。接着，成吉思汗的妻子也喝下了毒酒。因为成吉思汗的战争太久，他走不动了，想求丘处机把他剩下的寿命转给大汗。成吉思汗后知后觉，伤心地上前抱住爱妻。丘处机马上立下手杖，表示上天得知大汗下止杀令，必然会降福于他，只要不再杀戮，等手杖发芽那天，他的爱妻便会醒来。随后准备2口冰棺，撒下药水，把2人放入其中。日复一日，成吉思汗杀戮不在，而手杖也慢慢生出绿芽。随着2人嘴里流出毒血，纷纷起身醒来。成吉思汗回想丘处机的种种话语，看着爱妻的苏醒，决定拔起锅灶，班师东归。随后封丘处机为大国师，赐金虎符，而丘处机借助金虎符，2年间拯救了整整3万人的生命。